给师兄，章已经盖好了。这么快？我跟他说是他新签的案子，他就盖了。那个案子昨天他已经开过所函了，但他给忘了。你这是遇到什么喜事了吗？那么开心？韩主任说要带我出差见客户，我终于可以接触案子了。哦，那恭喜你。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下啊，你要小心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呢，经常会带着女员工一起去出差，所以你要小心一点，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。好的，谢谢师兄。没事，你去吧。不好意思，韩主任。这里边可是送给马总的礼物，你小心点啊。好的。主任，您这儿还有事吗？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过去2等座那边了。哎呦，你急什么呀？你就先在这儿坐着。这儿要有人来的，主任。哎呦，这商务座很少坐满的，你就坐你的，甭管他们。那这样也不好呀，主任。坐，啊，聊一聊啊。哎，对了，带衣服了吗？带了，带了几件换洗的。换洗的？嗯。哎，我不是说让你买几套好看的衣服吗？您得给咱这律所撑牌面的。主任，我也想买好看的衣服，但我也得有那个钱呀。您发每个月这么点工资，我实在是没钱买。听你这话是有情绪是不是？那不敢，我实话实说，主任。哎，小何，你说所里那么多人都希望能有机会跟我一块儿出差，我为什么偏偏叫你呢？我是您助理，您想培养我？哎，要想当律师啊，你就得跟各种人接触，3教9流里都得交往。啊，咱们这次谈的是大客户，谈好了，这1年就200-300万的收入。那边公司那个马总啊，也没什么别的爱好，就是喜欢喝酒，你明白吧？我不太明白，主任您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到时候你陪人家多喝点酒，把他陪好。主任，业务上面我肯定会尽心尽力的，但是
赔，我不太能喝酒啊，主任。这个啊，你能不能喝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把客户陪好，明白吧？对不起，这是您的座位吗？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您的座位，我先走了啊，韩主任。万总、张总，当初你们建议在这边建污水处理厂，我觉得也是个好主意。但是现在看来也有问题，主要问题是面积不够大。建了保健品厂以后，就不够建污水处理厂了。那要建个小型的行不行？不行。万总啊，这就好比你家装了一个大号的水龙头，却安了一个很细的下水道。污水不能及时排出去，你想想会是什么情况？过去咱们农民穷，不讲究，污水排不出去，流地上就流地上了。现在不行了，国家对环保越来越重视，领导不是说了吗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所以，如果不能建一个标准的污水处理厂，保健品厂的验收就过不去啊。哎，不知道花钱能不能打动点关节啊？恐怕这也不是容易的事儿哈。你们还有什么想法吗？都说说。办法还是有，就是得花钱。刘工，您接着说。我仔细研究了一下你们这片区域，我觉得可以在这儿建污水处理厂。这儿的面积够大，跟厂区和村民居住区的距离适中，地势平坦又比较低，处理后的中水方便排进河里。我了解了一下，这块地是河滩荒地，不是传统耕地，申请和报批应该问题不大。将来在这儿建污水处理厂，不仅能解决工厂的污水处理，还能兼顾到村民的生活污水处理。从长远看，这是一个一劳永逸、福泽万代的大好事。哦，你刚才说花钱，要花多少钱？加上生活污水处理这一块儿，估计得1个多亿。主要是污水处理厂的征地费用增加了，另外呢，跟厂区和居民生活区的距离要铺设管网，也需要点费用。哎呦，您意思我听出来了，那这个要投入的资金可比之前核算的要多好多呢，这肯定不行啊。万总，那这个项目就做不成了。不是我不想跟您合作，是担不起这个责任。现在环境污染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，可以不挣钱，但是咱们不能造孽。万总，您说对吗？这都是我们村自己的地，好解决。啊，张总、莫总、刘工，我们回去呢，再好好的合计一下，尽快给你们个答复，你们看行不行？行啊。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啊，咱们现在主要是考虑啊，这个项目还做不做？如果不做呢，就得把那个采石场重新绿化一遍，得花不少钱，也不是个简单的事儿。要是做呢，关键就是这个污水处理厂的事儿。你建在山上地方不够，建在山下呢成本太高。要不先这样，你呢，再跟刘工商量一下，测算一下，看看到底要花多少钱，尽量节省。实在不行，我再找储行长商量一下贷款的事儿。万总，这行了，这事就这么定了啊。万家庄不但要发展经济，而且这也关系到最美乡村的评选，更关系到万家庄的声誉和未来，不能因为这件事情给搅和喽。材料费用是58万多，机械费13万多，可能还不够一些。管理的费用12万多一些。麦书记呢？哎，材料叔，老万他说他身体不舒服，然后中午吃完饭就先回去了，怎么了？哎，就是还是这个污水厂的这个选址的事儿，我刚才查了一下，那个位置和面积吧都不错，有20来亩地呢。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啊，就是那块地有4家在那承包着呢，这个
有德他们家、春贤还有冠才、福生这4家。我没听明白啊，那怎么了？这前一段时间这个庆来啊，把另外3家的地都给承包过来了，统一盖了大棚，说要搞什么蔬菜种植，而且好像和这个城里头一个超市已经签订了什么协议。现在最大的麻烦呀，就是说，这时候要来征用这片地的话，估计不好说。所以说，我想，是不是跟书记商量一下，让这个刘工在那周边再重新选块地呗？哎呦，这叫啥事儿啊？你说这建厂子是为村里建的，对吧？这污水厂呢是建厂必备的，地都是国家的地，又不是谁家个人的，是吧？你说这污水厂的事儿，耽误了多久？你也不是不知道啊。那刘工反反复复看，最后选了那块地方，你说怎么再重新选一块？要不找你爸商量商量？商量啥呀？又不是好大个事儿，他身体不舒服着呢。你回头他再说咱俩，哎，就这样吧，啊，行吧。啊，马总，好，来，感谢啊，感谢，客气。哎，酒不错啊，来，小兰，你别光吃，你敬酒啊。主任，马总，我敬您一杯。我是新人，然后在业务上肯定有很多不熟练、做得不好的地方，您就多多担待，然后多多提点我。我敬您，然后我干了，您随意。好。哟，韩主任，你手底下女律师都这么漂亮吗？啊，反正我这女律师挺多的，但最漂亮的我给你带过来了。你呀，你，来，给韩主任喝好啊。刘大，哎呦，主任来了！哎呦，吃来了，这都啊，吃了吗？没吃，坐着吃。不，你们吃。我来就是通知你家一声，那个明天上午啊，咱们村召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。哦，刚才那个大喇叭通知过了，我加我爸去。对，我去。那还是你和你爸都去吧，啊？不是那个一家就派一个代表吗？是。还是都去吧，都听听没坏处啊！听主任的。行，你们吃，都去，我回去了。我饿了。马总啊，都去，慢点，都去，慢点。哎，这都是一个电话的事儿，主任还亲自跑一趟。吃水果。一口。哎，你们两个去拿酒，来跟韩律师喝一个。好，谢谢。来啊！来吃吧。好，别干了啊！马总，我敬您。好。哎，小何，要有活力啊！好酒量。好，来。哎呀，喝的还是有点急。你慢点。到了。主任，您的包。啊，那你进来。不是，您早点休息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这才几点啊？你进来聊会儿天儿，啊？
我又不会吃了你，咱聊聊工作。你咋不见了我生气了？去。随便坐啊。韩主任，我看您今天的确是没少喝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啊，以前给镇长当秘书的时候啊，天天替镇长喝酒。不过你说就我这个酒量啊，白的1斤起步。您酒量真好。您喝点水解解酒吧。坐。不了，我就不做了，主任。今天太晚了，您早点休息，然后我回去我也早点休息。别走！你坐。这才几点啊？你聊聊天啊，坐。你站着没法聊。你在我身边啊，你就得跟我多学习，你得举一反三，就是你得知道我好哪口。这我还真不知道，主任。那我就告诉你啊，我呢就好你这口。主任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我没懂您意思。新月啊，我第一眼看见你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主任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您平时不是对我非常严厉吗？我那是因为喜欢你，这喜欢你才对你严厉的。真的，我真是第一眼看着你就喜欢你了。要不就你那本科学历，怎么可能进得了医道？对吧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？因为啊，我觉得啊，咱们两个都是一类人。你和我都是那种不惜一切代价都想赢的人。哪有啊，主任，我哪能比得上您啊？我跟你说，真的，就是我第一眼见你的时候，我从你眼睛里头看到的，就是那种固执、热情。我一下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了。这，星月，我请你做我女朋友，请你让我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助你一臂之力。你相信我，你肯定能迅速脱颖而出。主任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没明白您的意思。什么叫什么女朋友？您不是成家了吗？就我那黄脸婆是吧？我当初那也是我当兵的时候家里给包办的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人这一辈子谁没点无奈呢？啊，就这么稀里糊涂就过呗，这就弄出俩孩子来，俩还都是儿子，这我爸妈就更舍不得了，喜欢的不行的。可是他们高兴了，谁理解我的无奈呀？对吧？当然了，这个俗话说啊，糟糠之妻不下堂，啊，你不能说因为啊我发达了，我就把人甩了，不要人家了，啊，这一点这个道德准则呢，我还是有的，所以说啊，我只交女朋友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您的意思就是说，您想让我当您的女朋友，而且还不用对我有任何承诺，是吗？不，承诺有承诺，不是你当了我女朋友，我怎么可能就对你不负责任呢？对吧？
你不是说想当律师吗？行，回去你就直接实习律师，1年以后转正成为正式律师。律师最怕的什么呀？就是没案子。但你跟了我以后啊，你做我女朋友，那就不愁没案子了。只要有我的案子，就有你的案子，咱们琴瑟和谐，比翼双飞。所以我说，就凭你这个聪明劲儿，你这漂亮脸蛋儿，用不了2年，你就是著名的大律师。主任，这样不合适。您是我老板，怎么能这样呢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这个老板啊，他就是这点福利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我不喜欢你身上的酒味儿。你干什么呀？你放开！你给我站住！我告诉你啊，出了这个门，你就别想在医大混了，狱中室你也别想待下去了。有什么话你不能别过来，好好你过来我叫人了，我告你性骚扰。这屋里就咱们俩，你说我骚扰你，我说是你情我愿，那你觉得法官会相信谁的呢？我有证据。我第一眼看见你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我请你做我女朋友。请你，这咱们做人得厚道。你这没事你录什么音呢？你赶紧删了删了。我不删。不是你这，你别过来。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，你肯定能迅速脱颖而出。说吧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没有想干什么。至于女朋友，你不是有于律师了吗？你这样不怕他翻脸吗？你这是想敲诈我是吧？我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他对我来说是一种保护。这就弄出俩孩子来。时候不早了，你休息吧，我走了。大家都注意了啊，都安静一下，都赶紧落座了啊！没有坐好的赶紧入场，赶紧入场，咱们这个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全体村民大会现在正式开始。咱们今天的村民大会啊，只有一个议题，就是要对我们保健品厂的这个相关事宜啊，进行一个表决。希望大家伙儿都要积极的表态，踊跃的发言啊！那个，下面就请我们万家庄的村党支部书记万善堂同志讲话。刚才呀，坐在这儿啊，我还跟传家说，你看，现在呀，其他的庄开会啊，台底下坐的大多数都是妇女、儿童，还有老人。只有我们万家庄，你看，一眼看去啊，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，那看着就高兴。这说明什么呢？
说明我们万家庄人的觉悟高，啊，支持我们村党支部和万家集团的工作，同时也说明我们万家集团为大家提供了机会，啊，大家不用出门务工，在家门口就能创业致富。还是那句话，人人为万家，万家为人人，啊，在此呢，我也代表村党支部和万家集团，谢谢大家。上次开会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啊，我们万家集团呐，不能满足现状，一定要发展，要搞多种经营。蔡良主任刚才说的这个保健品厂啊，就是我们一个重要的项目，啊，它会是我们村的一个新菩萨。前些日子经过艰苦的谈判，意向终于是签下来了。这个厂建好以后，将是我们村又一个能生钱的新项目。菩萨，我是给请下来了。菩萨下凡，总得有一个道场吧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建厂，它得有块地。啊，经过专家的论证和我们领导班子的协商，地已经选好了，就在我们过去开山采石的那块啊，现在已经废了的地上，要把这个保健品厂建起来。但是同时啊，问题又来了，建这个保健品厂啊，必须要再建一个呢污水处理厂。为什么呢？要环保嘛，环保啊是我们的头等大事，啊，这关系到将来我们村民的健康，孩子们的健康，只能先有绿水青山，才会啊有金山银山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，再找一块地出来，来建这个污水处理厂。关于这个污水处理厂的选址问题，我们下面请万家集团的代表，万家集团的总经理万传家为大家做一下汇报。那么，经过我们跟合作方的张总、莫总还有刘总工程师反复的研究，多次的实地考察，最后我们决定把污水处理厂建在这个位置，因为这一块旁边是河道，离保健品厂又近，离咱们村也不远，它是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建这个污水处理厂最好的位置啊，建厂的成本也会低很多。主任啊，就刚才那块地是谁家承包的？福生他们家，还有春贤家，还有冠才，哦，还有那个庆来他们家。哦，这几家代表到场了吗？麻烦站一下来。你个臭小子！要不然你俩出去打一架再回来。伤害我！都来了是吧？来了，那个我说两句哈。刚才万书记说的非常清楚啊，这个保健品厂啊，还有这个污水处理厂，关乎到我们万家庄以后的发展大计。咱们说严重一点啊，咱们村的父老乡亲未来几十年能不能过上好日子，就全看这个厂子了。所以既然来了，啊，当着父老乡亲的面，表个态吧，说说吧，好不好？谁先来？我先来，我先。那个只要补偿给的够，那个让我干啥都行。我坚决拥护。我那块地也不大，都租给庆来家了。反正我也不住，只要庆来愿意，我没说不愿意的。我就问问，那补偿款是不是还得给我？啊，那肯定啊。春香老师呢？我那块地也租给庆来了，我倒是没啥意见啊，就看庆来吧。哟，怎么都租给庆来了？王庆来，你说说吧。我得跟我爸商量商量。哦，跟你爸。王有德来了吗？王有德，
你别往下出溜了，来来来，你也是咱们村的村民，站起来，来，起来说道说道，来。说呀，要我说呀，咱们这个厂子选址能选上你们几家，啊，那是你们几家的福气呀！啊，就像咱们平时买彩票一样，你们算是中了头彩了。以后不光能拿到这个补偿款，啊，像你们几个年轻人都能到那个保健品厂上班，是不是当工人？有的大哥你上岁数了，过几年给你办个退休，是不是想干就干，不想干就算了？那月拿退休金，不比种地强啊？我们家那块地啊，跟别的地不一样。一个地，它不是泥地就是沙地，啊，有啥不一样呢？有德叔他家地里种的是金子。我那个地，我都准备这个扩大有机菜种植，我连大棚我都搭好了。哦，大棚搭好了，那是挺大个事儿。那你这事儿可比全村的这个建设发展重要多了啊！王庆来，我说让你表个态，那是给你台阶下呢。怎么了？万家庄的发展还要被你们王家拖累啊？他妈给脸不要脸！怎么说话呢？庆来啊，你先坐下吧。知道你们爷俩喜欢种地啊，但是刚才船家也说清楚了，是吧？确实，目前来讲这块地是最合适的。我们万家庄啊，为了保证这个最美乡村的称号，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。那么这个污水处理厂的建设，也关系到万家庄人的利益。不是老话说了吗？大河有水，小河满。这是有的时候为了让大河里边多蓄点水，万不得已也得筑个坝啊，修个渠什么的，从大局出发嘛。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。那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那我们大家伙就做一个集体表决，好吧？那同意在这块地上建污水处理厂的，请举手。好。大家伙辛苦一下啊，手别着急放下，也都看看自己前后左右周围有没有人真的觉悟那么低，就是不肯举手呢？啊？有，庆来家没举手。哎，举手啊！集体的发展更重要啊！就他，举手吧！都举手了！哎，都举手了！哎，举手了！哎，行，都行啊！好，全票通过。哎，庆来他们爷俩呀有觉悟啊，我们大家也要记着啊，王家对我们万家庄的建设所做出的贡献。我代表村党支部和万家集团，感谢这几家出于大局的考虑，牺牲个人的利益，谢谢他们。好，圆满散会。哎，你放着水凉，回头我洗。没事，妈，我洗，没事，一会儿就好。回来了。会上说的啥呀？啊？咋了？开的啥会呀？咋不说话呀？村里要建厂，要征我们家的地。咱们家的地，要是被征了，这以后的日子就没法过了。那别家地征了吗？没有。
那村里那么多地都荒着呢，为啥不征别家地，只征咱家地啊？人家说咱们家地合适，啥合适不合适的？合适不合适的，还不是他们随便说呀？那我去找书记问问去。哎，先别急，问清楚了。庆来，他们说征咱家地，说征就征了，你得没个补偿啥的。啊？说的好听，地给补偿，让我爸退休拿退休工资，让我上保健品厂当工人拿工人工资，那不挺好的？我看村里要征，就让他们征哎。可农民没了地，他还叫农民吗？哎呦，我不想进厂，我就想种菜。哎，你们这爷俩真是少有。你看看现在农村谁还愿意种地呀？就你俩拿着地亲，你不亲，你吃地里的话地里的，说这话都不害臊。看看，在外头一个屁都不敢放，就知道在家里横。你叫我说，你也年纪大了，种地也不是一辈子的活路，孩子们也拉扯大了，该享享清福了。你的意思，我以后的生活就是混吃等死是吧？这人你咋还不讲理了呢？你跟我嗓门这么大，你咋不跟万书记喊去？妈，幸福，我跟你说，你信不信？他现在嗓门大，刚才在会上要是有表决的话，他肯定随大溜。妈爸，你别着急，我去找万书记问问去。村里那么多地呢，在哪建厂不行啊？非得用咱们家地。哎呀，这有啥想不明白的？还不是因为咱们家是小门小姓，闹婚的事又得罪了传家，我们以为这事儿过去了，传家心里指定就没过去。我听说这个项目传家负责，那他还不使劲捏咕我们呀？那我更得找书记说理去啊！哎，幸福哎！哎，请问你有什么事？我找万书记。你先等一下，我进去通报一声。哎，张总，哈，那个地的事儿解决了，啊，哎，那肯定是刘工程师选的那块地啊，这你放心。就是那什么，现在这么一弄啊，这个成本增加了不少呢，那咱也按照比例啊，双方分担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进来。那个钱的事儿你不担心，老万今天去市里就是办这事儿去了。张总，那就这样啊，咱们随时联系。怎么了？找我什么事？我是来找万书记的，他们就带我过来了。老万进城里办事去了，我是集团的总经理，你找我一样。那行，我来就是想问，村里边有那么多地，为啥非要征我家的地？这事儿会上都说了呀，王有德、王庆来都在。他们就说村里要征地，也没说清楚呀。行，那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集团为了发展，要建一个保健品厂，要建一个污水厂，上面已经批了啊，选来选去呢，就你们家那块地合适，就征用了。也不光是你们家，还有另外几家一起征的呀。那不一样呀，我们家那地刚整治好，准备建一个大棚蔬菜基地，你们这么一征，我们怎么办？你们怎么办？你问不着我呀。不是我要征的你们家地，那就是工程师反复的实地考察勘察，就觉得那块地最合适，这不就是巧了吗？这不是？你说这个村民代表大会也开了啊，那么多人都在，王有德、王庆来当众都举了手了，这事儿都已经定了，你还在这跟我啰嗦什么呢？村里面开会那么多人在，他们哪敢不举手呀？我公公跟我奶奶都是老实人，我当时就是不在，要不咱们再重新开个会，我也参与参与。你没事吧你？你说开会就开会，你贵姓啊？我姓何。你说你公公王有德，还有你丈夫王庆来那么大人了，他们要真不愿意举手，谁能逼着他们？你一个女人家啊，没事别老抛头露面的。你但凡能有王庆来一半那么老实，不会生出这么多事端。干嘛呀？都变成老实人，变成老实人，你们高兴了，让你欺负呗？我欺负你们什么了？你征我们家地了呀？反正那块地定下来了，你们家人也表了态了，这事就这么定了，你爱怎么说怎么说。
进来。主任，这次去上海的单据，麻烦您签字报销一下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我的2个月实习期已经满了，您看什么时候可以给我转实习律师呢？那我要是不给你转，你还就拿着那录音就告我去啊？删了。那谁知道你有没有备份啊？您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好啊，有胆魄，敢说敢干啊，这是我们医道最需要的人才，我喜欢。行吧，你去准备一下实习律师的这个申请材料啊。从今以后呢，咱们就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了。我怎么要求别人，可就怎么要求你了。谢谢。一般实习律师是没有底薪的，咱们这儿照顾年轻人啊，每个月底薪是800，比你原来当助理还少700。但剩下的钱就得靠你办案去挣了，行吗？行。小何，那你这就算是过了一关了，是吧？我觉得算是吧。那你转正的时候，恐怕还会拜托我的。也许你人生残破，也许失望让你沉默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倔强的活，谁能阻止你用力去生活？也许理想已斑驳，也许命运略显坎坷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坚强地活，谁能阻止幸福开出花朵？就算命运注定曲折，我绝不退缩，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，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，不离深渊，怎知地之厚？别人说用全力拼搏，就算命运注定曲折，我绝不退缩，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，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，不临深渊，怎知地之厚？别人说用全力拼搏，
来，你试试，合不合适？合适。哎，你看，咱跟村里签这合同写的清清楚楚，50年期限，这还不到10年呢，凭啥说变就变？咱跟冠才签的合同也是30年的期限，这是咱占理，村里不能随便征咱家地。你今天去怎么跟他们说的嘛？也没说啥，就跟船家吵了一通，也没个结果。咱俩今天把这个合同好好捋一捋，明天你去找书记和主任说说，船家不讲理，他们不能不讲理吧？还是你去吧，我怕我说不清楚。你没事儿吧？你看看，你是乙方，你是咱家户主，这事儿得你出头露面。今天船家还拿这话挤兑我呢。哎，咱家不是不一样吗？咱妈不说了，咱们家你做主，咱们家是女主外，男主内。你瞅你那样子，你就不怕村里人笑话你啊？我怕啥呀？哎，我媳妇儿能干，那说明我有本事啊。这些情况我都清楚啊，你没有把他拿来做什么？哎，书记啊，我们就是还是想把那个地，这还是种菜，而且那个合同上也有这么说，而且，万书记，并且我们为了种有机菜，和销售商签订了合同，要定期供应。为此，我们投了一大笔钱，这刚把大棚建好。哎，您当时不是也知道的吗？还挺支持的，都吃不下。所以我们这次来呢，也是想跟您再商量商量，为啥就不能再另换一块地？媳妇啊，这个事儿啊，我们也确实村委会也商量过，啊。但是按国家的政策，是吧？传统耕地是不能用来建工厂的，而且咱们现在建的宝金品厂的附近，确实是也没有一块完整的地，是吧？只有你们家的这块河滩地，在政策上呢，它属于这个荒地改造，也不犯毛病。这就是巧了，没有难为你们家的意思。虽然咱们两家过去啊有点状况，但我希望你不要多想，啊，这个厂是一定要建的，这块地也一定要用，村里来征用这块地也是有道理的。幸福，你是个明白人，是吧？有句话叫“集体利益高于一切”，个人服从集体，少数服从多数。你看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吧？所以呢，回去做做你公公和家里人的工作，是吧？想种菜嘛，啊，哪儿还不能种啊？啊，这个方面呢，村委会也会积极的帮你们协调。至于这个征地补偿损失的这个部分，由村里出，你地上物的这些损失由集团出，是吧？有了钱了，哪儿不能种啊？是吧？万家庄那么多村民，你可以租用他们的地种吧，是吧？那片地啊，当年我可没少费心思啊，起早贪黑的干，除草施肥。我是生生把那块地的亩产干得比别人家多收100多斤粮食呢。咱们万家庄啊，有上千户人家，耕地本来就不多，万家庄能人多的是，愣是没有一个人在种庄稼上能超过我的。哎，他们嘴上不说，心里没有人不给我竖大拇指的。这你问你妈。来，可不是嘛。可惜了，那块地没了。就这点本事，他吹了几10年了，这现在完了，地没了，没得吹了，我耳朵根子也清净了。你还是不是农民？我是农民，我是农民就得好好种地。我不想当农民，这么多年你没看我弄着孩子们玩命的学习，咱家庆志研究生，秀玉要不是在考场上没发挥好，现在大学都毕业了。
最惨的就是庆来，打小让他背在背上，满村子去捡粪去，弄得一身你喜欢种地，要不真是个学习的苗子。你这个死老婆子老跟我作对，你要有本事，你住到城里去，别待在这儿。你以为啊？我告诉你，庆志成了亲，生了儿子，我就到那给他看孩子去。我闲了，我去跳广场舞。我买个纱巾，我再，拍张照片，耶，拍完了我就给你挂那儿，气死你个臭老头子！少喝点儿。哎，幸福啊，那万书记还说什么了？准备给咱们赔偿多少呢？地的补偿咱们村里有统一标准，地上物的补偿，说让咱们回来仔细核算一下，报个数给集团，他们研究研究。明天啊，我就去村里找一块合适的地，动作要快，我赶在这个开春前我就把这个菜给种上，是不是？哥，这要我说啊，村里把钱补了，你也别种地了，你跟我去集团，风吹不到雨打不到的，多好呀！我要能干那个事儿，我早去了，我不是干不来吗？你啥事儿不都得听人吆喝，是不是啊？我又不太会说话，你跟人家上班，你不都得交流吗？说话吗？我干不来呀。他们不种地，那是因为他们懒。我只要勤快点，我不比你在这个厂里挣的少，真的。这个有机蔬菜大棚，如果按你嫂子的设计，我们这个年收入15万，那不是梦想啊，20万有望实现。看你平时不言不语的，啥时候变成这么大心了？我跟幸福算过，你问幸福是不是啊？算了吧。厉不厉害？搞笑大家，你有没有个当爹那样啊？啊，这孩子还没吃完饭呢，就带他玩上了。你当爹的，你给孩子做一榜样。那他不吃，我白开水往里塞呀。来，爷爷喂啊，来，好孩子，鸡蛋哈，行嘞，鸡蛋，你看我就说没吃饱吧，来鸡蛋，你说你一天怎么就老盯着我不放？我吃饱了，我还要玩呢。这就来给，你就惯着他你啊，给你了。你就好好惯着他啊，有你受罪的时候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能不能听听？说，我说我这么大人了啊，你平时能不能给我点面子？你别不分场合的训我，挺大个集团我管挺好的，别人都挺尊敬我的，怎么到你这儿就看我横竖不顺眼呢？一边去吧，那是尊敬你吗？啊，那是因为我面子大，人家尊重的是我。行，你脸大，啊，好事都是你的，黑锅全是我的。这是另外一码事儿啊！我对你要求严，我这是对你好，是不是？你别一说你就不对的地方你就不爱听，从小事到大事。那谁，我问你，那个昨天幸福到集团找你去了吗？你怎么对待人家？说什么了都你听说什么了呀？他上你那儿告状去了？他说什么了？怎么还给脸不要脸呢？怎么说？当着孩子你是怎么说话呢？好歹你也是集团那么大的领导啊，你得学会跟村民打交道。你得有个方式方法是吧？人家从上级下来检查的干部还讲蹲得下身，沉得下心。你本身就是一个集团的领导，你天天跟这村民们你就穷横，趾高气扬，你怎么能带好这集团啊？我这优点不都随了你了吗？啊，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带着你那18罗汉，跟外村人打架打少了，那村里面那些无赖懒汉你也没轻饶过呀？啊，这会儿说起我来了，我当年的是没有办法。现在时代不一样，时代进步了，你还能停留在那个时候吗？再说我现在也觉悟了啊，我这么多优点你看不到，怎么过去那些不好的事你都记着呢？行啊，我以后多看看啊，我争取看到点你身上的优点。养不教，父之过啊，你也多琢磨琢磨吧。你有这功夫在这给我扯这些，你面壁思过去吧你。就不该养你，我就。你这孩子，你看你哎，好的，吃钱，快，正好来。我的，把这个那个什么协议看一下，来，福生你的，来，庆来你们家的，棺材，你们家的，都到了是吧？都到了，咱们就坐下开会来。
这最近啊，咱们万书记一直在忙活这个建厂子的事儿，在集团那边啊。但是咱们这个村里征地的事儿呢，咱也得抓紧。所以说呢，这一块就由我来主持了啊。这个根据咱们国家的政策，还有对你们各家的这个土地的评估，咱们村委啊出台了一个这个方案，现在都在你们手里呢啊，都仔细的看一看。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签个字。回头呢，让这个会计把款呀直接打给你们。这件事儿呢，咱们就算定下来了啊。太欺负人了！凭啥他们家补20多万，才给我5万多？你喊啥呀？这都是按照国家政策办的事儿啊。这每亩地都是按3年的平均产值，再乘以6，这么计算的才得出来这么一个数据啊，是不是？你就说你家那地，你这些年你养种了吗？不都荒着呢吗？那村里头按每年2季度给你算的，是不是？每亩地按1600块钱，那乘以6是多少啊？6 6 36，不是9600吗？你们家总共是5亩2，那算下来是49920块钱，最后村里给了他5万块钱，还亏了你了。那凭啥给庆来他们家补20多万？那庆来人家那地种的是啥？人种的是有机蔬菜。人每天都起早贪黑，忙里忙外的，人家指着那块地活呢，是不是？你那地能和人家地比吗？人家那地按照每亩这都是8200块钱算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家那地上他也种着菜呢。那菜是你种的吗？那不是人家庆来种的吗？我不管，我要求一视同仁。书记呢？我要跟我叔说理。你说啥呀？就你这，你冲你叔嚷嚷2句，你试试，你叔不得踹死你？还找你叔呢？今天把你们叫过来，咱是坐下来商量这事儿，是不是？就这村里出台这方案，你们看看，要有问题有异议提出来，咱好好讲道理，好好说话嘛。别，那胡搅蛮缠的，不讲理。谁胡搅蛮缠了？哎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你自己瞅瞅啊！我不讲道理啊！你自己瞅瞅，到底谁不讲道理？我们家5亩2，4万9千块钱。春贤他们家，哎，自己看看，5.3亩地5万多块钱，凭啥他王庆来家也是5亩2，就赔20多万啊？这上哪儿说理去啊？我们3家加一块没他1家多。你俩哑巴呀？说几句啊！我没啥意见啊，只要有政策，公平就行嘛。公平个屁公平！不是这么说话吗你？走。万家人啊，还不如一个外星。什么世道？灌财？咋了？灌财。主任啊，要不您决定好了再通知我们吧，我也先回家了啊。走吧。你们就闹。蔡良叔，现在这光是土地的补偿，那我们对大棚的投入和地里的菜该怎么算呢？你看是这个我这儿啊，只是负责这个土地的补偿，这地上物的补偿呢，都有集团那边出。但是你们放心。该多少是多少，都是实报实销的。你们投入了多少，根据交给集团发票的总额，这集团那边呢就补偿你们多少啊？哎，你那账算完了就可以报给集团那边。我们这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事儿啊，就好多东西都没开票。哦，没票啊？没票这不好说啊，这本来这个保健品厂就是合资建设的，到时候一算账，2家一对账，这一点都不能含糊啊！不管怎么说，这个票据都得找齐了呀。行，那我们再回去想想办法。铺设管道人工费4000，搭建大棚4000，材料费26万。当时有些材料为了省钱没有开发票，应该不止这个数。
不行，我还得去地里数一数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不用，你这身子不方便，我去就行了。你再算一算啊。行。这基本情况就这样，方案呢我都给他们了。那庆来倒是没说啥，就是问了问地上物的补偿。我说这一部分呢，这个集团会单独给他另算。春贤呢也还好，就是冠才先闹的，后来这福生也就跟着瞎起哄了。我看这个问题啊，还是出在这个冠才这儿，后来闹得实在是有点不像话了，我就把你这本家侄子骂了几句。你就该踹他两脚，臭无赖！他就是看着人家庆来家的补偿款眼红。是，这事儿我也是大意了，我应该把他们分头叫过来聊，也就没这事儿了。没有必要，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再说咱也是按照政策办的，你跟他们单独去聊，弄得互相猜疑，那更有了话瓣了。你就跟他们说，如果再闹，就不按最高的补偿标准了，就按最低线。明天我跟他说。明天不是还要去城里头跑贷款吗？我忘了，行，还有点时间，你叫他过来，我现在跟他说。喂，哎，你好，是金华祥瑞管剧场吗？我们之前在你这儿买了一批农用大棚水管，没有开发票，你能帮我查一下记录，帮我补开一下发票吗？这个事儿得问一下我们财务啊。哦，那你把你们财务电话给我行吗？哦，那你记一下吧。嗯，好，说。别瞧了，进来吧。叔，你找我？刚才路上看见撵事的冬枣，上楼之前我都给你洗完了。你小子还真有心思，就是没用到正地方。我那小时候那是身子骨弱，但是不傻呀。你不是不傻，你是太聪明了。我问你，那征地补偿款签字的事儿，你先闹什么呀？叔，凭啥王庆来他们家拿那么多？凭人家勤奋，凭人家用心，人家伺候那块地都是早出晚归。你那么着，你那块地啊，每年要是有个万八的收入，我也按6倍的标准补偿给你。你看看你自己，春天撒把种子，到秋天都见不着你人，打点粮食都不够喂鸟的，你还好意思比啊？那我不是身体不好吗？那集团也给你安排了清城的工作了，你好好干了吗？迟到早退旷工，你都占全了，你当我不知道啊？我是看你爸的面子上不跟你计较，专门把你找到我办公室来谈这事儿。你当我这地儿谁都能来的？别蹬鼻子上脸啊！我还告诉你，你这块地啊，集团已经按照最高的标准补偿给你了。少废话，赶紧把字签了，别再生事儿。不，你给我再说一遍。我不服，我不签。你哪不服啊？你凭什么不服你？那凭啥他外乡拿的多，我拿的少？红眼病，我就不服。你真不服？我告诉你爸，我打折你的狗腿！你服不服？赶紧滚蛋！打我也不服，我就不服！你滚！我就不服！我就不签！赶紧把字签了！我就不签！我王八蛋！夏良，那个征地补偿款的事儿，我已经跟冠才谈了，他没意见，啊。还有啊，太良，这个都是本乡本土的，能照顾就照顾一下了。啊，他们这3家呢，每家你再给他们补2万块钱现金。还有那个青来家那个租地款，就别让他们退了啊，从里给补上。对你重新再拟个协议，让他们把字签了，这事就算了了啊。我这边现在集团的事太多，村儿就交给你了啊。当时咱家存款17.6万，加上我那3万块钱，再加上银行贷款的20万，
一共是40万6千。咱们修建大棚，连工带料，再加上买菜种，一共花了是39万6。但是我跟庆来在整理票据的时候，发现只有不到32万，剩下7万多没有票据，可能会说不清楚。多少？7万块啊！幸福，这不让你管家，你怎么管得家啊？爸，我当时不是为了省点钱吗？为了少付点利息，紧打紧算的，我只贷款了20万。但是现在东西涨价快，如果真实打实的买，那40万根本就不够用。我真是为了能省点是点，能便宜点是点。买东西的时候有很多就没有开发票，可是裁量书说地上物补偿需要正规发票才给报销。我们也联系了当时厂家，人家说了，只给打收据或者开白条，正规发票根本就不可能。也不知道能不能跟他们说一下这个情况。没用，集团一切都是正规企划管理，所有制度都一清二楚的，尤其是财务这块。就你懂得多，你就知道了。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我考会计证就是为了进集团财务，就这部分我都学过。你这个死丫头也是瞎折腾，在办公室好好待着有什么不好？非要进那个财会室，你也是瞎折腾，都在这瞎折腾。爸，哎呀呀，你别说扯远了，扯远了，这个补偿的事还没算完呢。啊，对，咱先把这事说清楚。幸福啊，7万多块钱呐，我跟你妈辛辛苦苦的也就攒了这10来万块钱，这一下7万多就没了啊！当初我说什么来着？这事不靠谱，花这么多钱干这事能有个好吗？你还说敢想敢干呢，干啊！现在怎么办？爸，人家幸福不也是为了想多挣钱吗？挣着了吗？挣着了吗？这不就瞎折腾吗？说你，爸，你别着急。我承认，我当时做事的时候确实没有想过后果。我自己捅的娄子，我会自己想办法补上。明天我就去找他们，跟他们说明一下这个情况。我也给我妹打电话了，她也帮我咨询了一下，她说这种情况是可以谈的，只要双方认同，出具协议，是可以作为补偿凭据的。实在不行，我就去找第三方来进行评估。我就是想着，就算是亏，也不会亏那么多。那损失多少，他不也是损失吗？有完没完呢？传家哥，这事儿我们能直接找书记谈吗？老万他是董事长，管不了这么细枝末节的具体事儿。公司的财务部分呢，一直是我负责的。你们就算找到他，还是推到我这儿。行，把咱那票拿出来。这个发票31万7680，这个收据呢，是后来我们联系厂家后补的，7万多，您看看。7万多啊！菜苗、镰刀，这个农膜，嚯，这还有白条呢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回头啊，我让财务把这31万7千多打到你们账上。回头我也弄个协议，你们签一下，这事就算了了。其他的不符合财务规章制度，就算了吧。啊，不是传家哥，你不能这样啊！这我们家投了这么多钱，你到你这儿不算了，那我们家不是亏大发了吗？这个那也不是我让你投的钱啊。再说了，这投资都有风险啊，对吧？这不是你村里要占我们的地吗？要不然你没这样的事情啊。什么叫村里要占你们的地啊？啊，这土地都是国有资产，是吧？再说我们征地，那都是符合国家政策的。不是这样说的，不是。好了，庆来啊，咱们干什么事儿啊都得有个规矩。就这发票上有多少钱，我给你多少钱。至于其他的，你就别跟我胡搅蛮缠了，好吧？是这样的，小万总，我之前跟书记聊过了，他说了，补偿政策就是投入多少补偿多少，所有的损失就是谁征地谁补偿。我们明明就是投入了39万多，那7万多块钱也是实打实的投入。现在你们说非得开发票才能报销，
我们只好补了这个收据。那按照书记说的，那就是该集团补偿。别跟我一会一个书记说，一会一个书记说的，不是你什么意思呀？你现在是拿我爸压我呢吗？我告诉你，书记说他说的是原则，具体这个事儿怎么办、怎么操作，那还是我说了算。你们空口白牙的啊，你说7万就7万，那你要说70万呢，我是不是也给你啊？我们就投了7万，我们只要7万。没有，我再跟你俩说一次啊，发票有多少钱，我给你报多少钱，317680，对吧？1分钱都不会少你们的。回头我让财务把钱打给你们，但是除此之外多1分都没有。你们就告诉我这个钱你们要还是不要？这我怎么要啊？我们花了39万多，你现在给我报31万，那剩下的7万多不就白白损失了吗？我咋跟家里交代呀？那要实在不行，咱们就找第三方来评估。那地面上的东西都在那摆着呢，我也不是凭空瞎编乱造的。好，找第三方做评估是吧？好，那咱们之间啊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啊。来，收好你们的东西。幸福。喂，幸运，你上次跟我说可以找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地上物的价值进行评估，那这机构在哪儿找呀？你帮我问问。哦，是，这事儿挺麻烦的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说你们怎么能弄成这样呢？我当初就说这事不靠谱吧？你非要弄什么大棚菜？咱们是农民，就好好种地过日子，瞎折腾什么呀？悄悄的吧你啊！庆来，带你媳妇上楼歇着去，啊。爸，妈，歇着去吧啊，慢着点儿。我说你个老头子，你有溜没溜啊？你没看着幸福大着个肚子，那可是怀着你老王家的种。你再说了，孩子们没黑没白，地里村里几头跑，算账谈事儿，他们闲着了吗？啊，钱拿不着，他们高兴可是。你这当爸的，你又帮不上忙，你就会在屋里头叨，讨人嫌呢。那赔的都是钱呐！钱有幸福肚子里的孩子要紧啊！来，那先喝点热水。来，吃个这个，特别好吃，对身体好。是不是跑累了？肚子有没有不舒服？看见爹着急成那样，我心里也不舒服。这事儿都怪我。咱爹就是那个样子的，他一提到钱，他特别爱计较，爱上火。他是冲钱急，不是跟你急，别那么想啊。来，要不我跟那个青芝打个电话问问他。行呀。哎，哥，怎么了？哎，青芝啊，还是那个征地的事儿。本来呢，现在说的挺好的，但是因为一些那个票据的事情啊，现在有7万块钱说不明白。我们呢也是没有办法了，所以想跟你商量商量。哎呀，我也说不清楚，我让你嫂子跟你说吧，啊。喂，青芝。嫂子，你说，我和你哥租地建蔬菜大棚的事儿，你知道吧？现在我们跟村里因为赔偿的事儿产生了一点纠纷。
嫂子，现在农村征地的事情是很复杂的，各地的情况呢也都是不一样的。不过咱家这件事儿啊，还是挺简单的。我个人觉得问题不大。而且现在啊，农村征地在政府有专门的调解部门。我的建议是这样的，我们呢把这件事情呢写得清楚一些，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，做一个申诉请求。现在中央呢对3农的问题还是很重视的，原则上呢就是不让农民吃亏。哦，行。但是这事儿我能说清楚，可要是写，我写完往哪儿寄啊？这样，嫂子，你把事情写清楚，我帮你记。哎，啥意思？写情况。小林，停一下。万书记，万书记，我这儿等你半天了。你这是堵着我呢？哎，是，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行。小林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好。什么事儿啊？你看，这不庆来和幸福去找船家，万书记好，就谈那个补偿的事儿，没谈成。小事啊，要说也怪你们。是，船家这么做也没什么错。是，我知道，主要是我那儿媳妇啊，心太野了，非要搞什么蔬菜基地。我就给庆来说，你就告诉他，刚过门好好过日子不成啊？他不干他。书记啊，你看这7万块钱，如果真打了水漂，对我这小门小户的人来说，我承受不起啊。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庆来这才刚结婚，庆志还没成家呢，秀玉连个对象都没有。这钱对我来讲，那真的是一笔钱啊。你们是真能给我添麻烦。哎，是净给你添麻烦。行，我再了解一下吧，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能解决一下。哎，为这事儿，我那儿媳妇儿没少打电话，也没少找人。听她娘家妹子说，这事儿咱们可以找一个中人来算一算。什么意思啊？还想找个中介评估一下？是这意思。我媳妇真能。她能啥？她就是能不够她。要不是她这瞎折腾，这不净给您添乱了，给村里人添麻烦。行，这事儿我也知道了啊。好，想办法吧。好，行了，我走了，我还有事儿呢啊。哎，哪天到家来喝酒？哎，好啊，喝酒。吃着呢。你回这么晚啊？吃饭了没有？问的废话，我要是吃饭了，我这点回来啊。你给他也拿一杯子吧。乖乖的。在公司跟刘工临时又开了个会，把那个基建的日期又具体核实了一下。哎，你那个贷款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我这边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你别等到回头我把那个设计的事都办完了，你贷款不到位，贷款一到，我随时能开工。哎呀，贷款的事儿你交给我吧。那这回保健品厂这事儿办得不错啊，提出表扬啊。这喝了多少呀？这还对我提出表扬了？喝美了？少废话。你呀，就是应该对我多放心啊！你像贷款这种事儿，你交给我去办，我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。以后你多在家里享清福就行了。我倒是想在家享清福了，但我说你这小子，你为什么干什么事儿啊，非得节外生枝，整出点事端来呢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啊？庆来家征地的事啊，你是不是难为人家了？这事儿我占着理呢，别冤枉我啊！占理也不能得理不饶人啊！小门小户的干的事不容易，这票据不全，不就是为了省点钱吗？再说了，这他投这地里的钱，那大眼一看就知道，报损40万不算多啊！再说老王家也是本分人家，不会胡要的。我承认，我是看他们家那媳妇儿有点不顺眼。我就知道毛病出在这儿了，这回你逮着机会了，整人家是吧？我整他还真犯不上啊！这种事儿我帮他是情分，我不帮他是规矩。
本来就是求我的，对吧？还一天到晚跟我趾高气扬的。我想起你当时贴那个告示啊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啊，他还跟我说什么？他跟我说他要找人评估一下。评啊，你让他评，认不认在我。看，你这个德行，能办成什么大事儿啊？我还指望你能接管万家集团，接我的班，当万家庄的带头人。就这点心胸，你怎么能跟一个普通群众置气呢？我就是想让他知道规矩啊，别自以为是，不知道天高地厚的。可以了，啊，差不多就行了。老王家知道你这个总经理厉害了。今天我回的路上，有德蹲在半道等我的车位，这事跟我聊了半天。陈家，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，啊。再说马上就要开工了，啊，贷款一下来，你地挣不下来，这利息一天多少钱啊？这个时候还跟一小媳妇较劲，趁着他公公求我，借帮下驴得了，啊。你看，我就知道，你这个人啊，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啊。他找你给你卖惨，说几句漂亮话，你就惯着他们了。爸妈，这是2笔款的折子，地款是255840，地上物补偿是26万1。这么多钱？咱们还是得重新再找块地，重新开始。这钱还得再投进去。哎，那再说吧。哎，我觉得这不对哎。地上赔款不是说的是39万吗？啊，你看26万，3926，差了13万呢。这不是咱家地里那管子，还有大棚，一共折了13万。不过这些都还能用，咱们再到别处重新搭建。这部分是我和裁量叔一起核算好的，咱家不亏。哦，这13万还能回来？行，吃吧，都凉了，赶快让那个幸福收好。什么呀？哎，爸，这里面还有人家幸福带来的3万块钱呢。我知道，放我这安全着呢。别忘了啊！哎呀，这段时间呢，你们呢前后忙这事儿，总算有结果了，庆祝一下，喝点酒。那喝点吧。这几大道啊！哎！啊，来，少喝一点啊。来，为啥给我倒水呀？你怀着孕呢，以水代酒吧。来，来，咱们庆祝一下。是，好好庆祝一下。辛苦了。其实我们就是跑腿。这次最主要还是因为爸跟万书记说的这事儿起到很大作用。那是啊，想当年，万书记带领村民进山采石，我是第一波跟他去的，这个面子他得给。还有一件事我没说过啊，就是当年有一次啊，是从山里往山外运石头，这一下就跟水滚村的人呢就发生冲突了，眼看就要打起来了，很多人都害怕了。我走到善堂旁边说：“善堂，打不打？要打的话，你发话，我上，干不干？”这酒还没喝呢，醉了。行了，善堂是你叫的，万书记，不，他那时候就不是书记啊，那时候我们都叫他善堂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现在我们坐在一块儿，要去说起当年的事儿，我们叫他善堂，他也得应着。最厉害的时候，也是最辉煌的时候，我们俩走在村子里边，碰见小传家，他要敢不大声喊我一声叔，他爸非踹他一脚不行。那现在传家还喊您叔吗？现在啊，他是那人是集团的领导。哎呀，现在是喝酒了，现在喝酒，来喝酒吧。不是，喝酒。哎呀，今年呢，收益不错，啊，咱们小老百姓呢也好好高兴一回，咱们好好过个肥年，行不行？行，太美了。
就是庆志跟他们领导慰问去了，今年回不来。没事儿，这不庆志姐是工作吗？只要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的就行了。也许你人生残破，也许失望让你沉默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倔强的活。谁能阻止你用力去生活？也许理想已斑驳，也许命运略显坎坷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坚强地活。谁能阻止幸福开出花朵？就算命运注定曲折，我绝不退缩。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，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，不离深渊，怎知地之厚？别人说用全力拼搏，就算命运注定曲折，我绝不退缩。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，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，不离